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今天呢，想帶大家來聊一個我個人覺得非常迷人的主題。它表面上聽起來你可能會覺得有點老派，但它的骨子裡其實藏着一門跨越好幾個世紀的數據科學。我們要談的就是藏在這些乾燥植物裡的秘密世界。好，我們先來想象一個畫面。你眼前有2份壓得平平的植物標本，裱背的跟藝術品一樣精緻。左邊這份標籤上寫的年份是1821年，而右邊那份呢是1976年。它們都來自同一個收藏系列，但採集的時間卻差了超過150年。這就讓人非常好奇了，為什麼會有人要這麼費心的去保存這些早就已經枯萎的葉子呢？這就帶出了我們這次分析的核心問題：一片早就乾掉的葉子，它到底能隱藏多少秘密？它對我們這些活在現代的人來說，究竟有什麼樣的實質價值？答案其實就藏在一個聽起來很古典，但概念卻又極度前衛的地方，那就是植物標本館。你可以直接把它想象成是植物界的時空膠囊。對生態學家來說，每一次打開它，就等於是踏上了一趟跨越世紀的時光旅行。好的，那這個時空膠囊的正式名稱就叫做植物標本館，英文是 Herbarium。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經過系統化整理的收藏庫，裡面不光是有保存完好的植物、藻類，甚至是真菌標本，更關鍵的是，每一份標本都附帶着非常精確的數據，而這些數據就成了科學研究的基石。如果你正在聽，這裡有一個關鍵概念，可以徹底改變你對這件事的看法。請不要把標本館想象成那種滿是灰塵的博物館儲藏室，它真正的身份是一個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的實體植物資料庫。這不是比喻哦，這是事實。它是一個你摸得到、碰得着，而且充滿了真實數據的龐大資料庫。那這個資料庫的規模到底有多大？我們舉個例子好了，光是一所大學的收藏量就可能高達30萬份標本。30萬份是什麼概念？這大概等於一座中型圖書館的藏書量了。但是這裡的每一份書都是來自地球7大洲獨一無二的生命記錄。更厲害的是它的時間跨度，有些標本甚至可以一路追溯到1700年代晚期。從我們一開始看到的那份1821年的標本，到1976年，再到今天，全世界的科學家們仍然在持續的採集歸檔。這是一項橫跨了整整3個世紀，從來沒有間斷過的偉大工程。好，既然我們知道了標本館的規模和歷史，那下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就來了。在這個擁有衛星、AI、大數據的時代，為什麼科學家還會需要這些老東西？他們究竟是怎麼解鎖那些攸關未來的生態數據的？關鍵就在這裡，每一份標本都是一個被極度濃縮的數據點，它非常精準地告訴我們4件事。第一，它是在哪裡生長的，地理坐標清清楚楚。第二，它當時長什麼樣子，花、果葉的形態特徵一覽無遺。第三，它是在哪個時間點生長在那裡。而最驚人的是第4點，它還封存了當時的 DNA， 這等於是一份來自過去的基因記錄啊。有了這些數據，就撐起了現代植物科學的3大支柱。第一個是分類學，可以用來確認一個新發現的物種是不是真的前所未見。第二個是生態學，舉例來說，科學家可以比對100年前的同種植物標本，發現現在的葉子因為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氣孔反而變少了，這就是氣候變遷的鐵證。而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就是保育。曾經有一種瀕危的蘭花，科學家就是靠着100年前的標本記錄，才找到了它過去的棲息地，最後成功進行了復育。你看，這就是歷史數據整築未來的真實案例。不過，要讓一片葉子安然地度過數百年而不腐朽，這可不是隨便夾進書裡就好。
這背後其實藏着一套極其精準的工藝，可以說是科學與藝術的完美結合。有人形容制作標本的過程，像是在嚴謹的科學和我們小時候上的那種勞作課之間，取得了一種奇妙的平衡。這很有趣，對吧？它聽起來不像冰冷的實驗室，反而更像一門手藝，需要耐心、巧手，還有我們都很熟悉的紙、膠水跟剪刀。我們來走一遍這個流程，可以拆解成5個關鍵步驟。第一步，在野外採集帶有花或果的理想枝條。第二步，用報紙把它夾起來壓製，做成一個植物三明治。第三步，送進專門的工具裡徹底乾燥。第四步，小心翼翼地裱貼到不會酸化、可以永久保存的檔案及卡紙上。最後一步就是歸檔，存入收藏庫，等待未來的科學家來拜訪。所以，當我們看完整個製作流程，從採集到歸檔，你會發現這一切其實都指向一種非常驚人的遠見。這不只是在保存植物，這更像是在寫一封信，一封寄往500年後的信。我聽過一位標本館的管理者在指導學生時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他說：“你要記住，你手上這株植物可能會在標本館裡靜靜地躺上500年。”這句話完美地道出了這項工作的核心精神。他們在制作每一份標本時，心裡想的都不是眼前的成就，而是為了某一個素未謀面、可能活在幾個世紀之後的研究者，留下一個絕對精準的科學工具。所以，我們到底該怎麼看待這些標本呢？它們絕對不只是死掉的植物，每一份標本都是我們這顆星球漫長故事中一個獨立而且無價的數據點。下次當你看到一片落葉的時候，或許可以換個角度想想，它可能也是一個數據點，正在默默地記錄着我們這個時代的環境故事。這也給我們留下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一片來自1821年的葉子能夠如此清晰地告訴我們關於過去的故事，那麼我們今天又正在有意識地保存些什麼，能夠為未來的人們提供線索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植物標本館它並不是一座收藏枯葉的倉庫，而是一個跨越世紀的實體資料庫。它既是前人寫給我們的一封信，也是我們留給未來的珍貴線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